被困在克拉斯诺亚尔的暴雪中心，阿克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小屋。2小时前，天色变暗，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正在酝酿。即将绝望的他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挂在树上的房子。阿克知道他需要在这里等大雪过后才能继续出发。此时，如果你手机电量在68%附近徘徊，请吱个声。还没躺下的就把右脚搭在左脚上，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睡前小故事。当眼前的废弃树屋出现时，阿克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让阿克感觉到了害怕。他一直认为北部森林的山顶还有一些村庄存在，可当他爬上来之后，发现这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准备就躲在这个小屋里面，等大雪过去之后再下山。屋内设施虽然很简陋，但好在小屋挂在了空中，却很安全。大心脏的阿克准备先填饱肚子，再给小屋做取暖措施。他的不防风卡式炉被点燃之后，就把铁板放了上去。这次出门，他带的食物非常充足。他把肉饼放进了锅里面，虽然没有刷油，但用不了多久，油脂就会滋滋啦啦的冒出来。小屋废弃的时间比较久了，阿克准备安装一个照明灯在这里过夜。其实每一次的敲击，他都很担心小屋会不会塌。坐在小屋里面的阿克感觉到了外面的寒风刺骨，雪里掺杂着碎冰，而且都被风吹了进来。他看了一眼外面，我的天啊，外面的雪越来越大，他都不敢想象，如果刚才下山会发生什么。现在屋内的环境非常糟糕，四面都在透着寒风。不过在这种寒风刺骨的地方，煎炸的肉显得更香了。肉饼被煎至全熟之后，阿克把它夹进了面包里。虽然刺骨的寒风一直在往小屋里面灌，但是也阻挡不了阿克要吃美食的决心。此时面包已经松软，肉也开始滋啦的冒油了。这绝对是一顿非常有意义的野外美食。热乎的汉堡配合着外面的雪景，让阿克的味蕾和视觉都得到了满足。吃饱之后，他发现雪一直在往屋里灌，他清理了睡袋上面的雪，然后拿着壶准备下去取一些雪来烧开。现在的雪里面掺杂着小冰碎，再配合着刺骨的寒风，让山顶的温度在迅速的下降。阿克预判这场雪可能会持续1夜，这次上去之后，他也不准备再下来了。毕竟山顶虽然看起来很安静，但也有可能窜出来野生物种。进屋之后，他关上了门，虽然屋内也很冷，但是没有刺骨的寒风就会舒服很多。防潮垫上面的雪一定要及时清理，如果变成冰，防潮垫也就没法要了。由于这次出门用的背包比较小，没有带壁挂炉的他，只能依靠着卡式炉取暖，但卡式炉的燃料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此时夜幕降临，外面的雪还在倒灌。阿克在小屋内倒入了一杯热水，然后他把左脚搭在了右脚上面，欣赏着外面的雪花飞舞。外面依然是狂风暴雪，躲在小屋里面的阿克又一次的清理了防潮垫上的雪。之后他拿出来了今夜真正的保命装备，这种羽绒睡袋最低可以在零下70度的环境下使用。虽然外面的雪一直倒灌，但只要阿克钻进他的羽绒睡袋，他身体的温度就会让睡袋里面越来越暖。听着外面狂风暴雪的声音，阿克慢慢的把头也钻进了睡袋里面。他要听着雪花飞舞的声音睡觉了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方很温暖，那真的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